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学者刘碧荣老师，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倩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南海仲裁在7月12号，哇，疏忽地2026年到了，过了10年哦。那因为呢，这个美国、菲律宾跟日本有14个国家哦，在同一天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重申这裁决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好，因此哦，这件事情又再度被唤起。所以呢，外交部也因此啊，也重申了南海4原则啊，它对于我们这个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及相关的政策，外交部声明说没有改变，也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边扩张灰色地带的胁迫，以及军事化部署，还有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所以呼吁各方依循国际法。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好，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啊，南海这边有太平岛，是我们在南海的领土。好，那仲裁庭当时是把太平岛变成是礁岩，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岛屿哦。那这件事情也引发当时的蔡总统不满，说不接受因为他仲裁之后是蔡总统上任嘛。那在蔡总统上任之前。马前总统也曾经登过太平岛来宣示这是岛礁不是这个礁岩。好，所以呢，像他现在在野党就呼吁啊，今天这样，那赖总统你是不是就在你的任内来登太平岛呢？好，那也看到对比当初争议发生时的马政府跟执政已经10年的民进党政府。好，外交部虽然仍然强调我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跟政策没有改变，好，但实际作为上面总爱强调捍卫主权的民进党的国安团队，除了指控中国大陆认知作战之外对捍卫主权到底有哪些实际作为，正好是一个检验的机会。所以大家就发现说啊，其实10年前因为当时蔡英文刚上任他就直接表明对这样的仲裁不接受。好，所以呢有强硬的立场。那前总统马英九也是因为登了这个太平岛，说是岛不是礁，那亲自登岛表达立场，都相当的强硬。就相较于前2位领导人呢，温馨麦马总统他的作为就相对于态度好像比较放软只有表示将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所以呢，大家就想说，是不是又是因为美日菲你遇到这些就缩起来了跟这个川普一样会塔口啦好，那14个国家加欧盟挺裁决，那东协只有看到是菲律宾。那这件事情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因为呢，这个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说致力于跟东协共同的推动南海建设，但签署该声明的国家多为美国、印太的盟友跟伙伴国。那声明里头东协除了菲律宾之外，根本没有看到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踪影。好，那中国的外交部则是痛批美国煽风点火，甚至也直言说这仲裁案已经成为了中非关系跟南海和平的绊脚石，同时也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南海问题上面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那现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权他也特别讲说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遗毒是刻不容缓。那非方的侵权挑衅跳得越高，中方就越是坚定的维护主权，加强管控。那面对菲律宾的持续侵权挑衅，解放军南部战区也将组多次的实战演训。好，那南海的仲裁10年，菲律宾的渔民他讲的比较大白话，他说2016年的仲裁之后其实没有改变，甚至还变糟了。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军舰艇之外，甚至还到这个大约50艘的中国大陆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航行，只能在5到6海里距离外的徘徊捕鱼。所以10年过去了，菲律宾的渔民认为虽然赢了官司，但是目前在他们捕鱼的情况是更糟了。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联合声明里头，美日14个国家其实没有南韩。那南韩其实保持着低调跟缺席，那就有被华府的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来警告说，如果你不认真的采取行动错过了黄金时间，他威胁你的下场会跟菲律宾一样。
所以看起来哦，这西方现在好像用禽类的方式在绑架南韩。那南韩我觉得他们的李在明也是相当的特别啦，因为他跟过去的亲美特别亲美的状况又不一样。所以呢，韩国现在到底充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其实他们的反华情绪有升温，但是中国品牌在韩国的消费市场则是逆势崛起。所以像是霸王茶姬还大排长龙，比亚迪跟中国智能家电都热销。那中国企业是正在形塑中国制造的形象。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大家就说啊，其实南韩的消费者他的这个想法跟购买是分开的，也就是政治归政治，消费归消费的逻辑是他们现在这一代年轻的世代所想的。好，那当然，因为我刚才讲到李在明他对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没这么重跟过往的领导人比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南韩的海军士兵东海执勤失踪，统一部还向北韩来喊话，协寻来搜救所以呢，现在在南韩的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蛮有玄机的。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因为这个南海的这个仲裁10年那因为这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让再度唤起10年前的事件。好，我们请邱毅委员看目前的变化。如果谈到对南海的主权跟渔权的维护，赖清德根本没有资格去谈什么外交部南海4原则。这个外交部南海4原则是马英九执政时候留下来的，你赖清德有争取吗？赖清德在这方面，他不如蔡英文，他更不如马英九。蔡英文跟马英九面对南海仲裁案，现在经过10年了。当时南海仲裁案里面，找了一堆根本不懂南海历史，也不懂南海现实的一些仲裁员，然后去做仲裁去裁决，结果搞出来太平岛，说太平岛不是岛是礁。所有知道南海的都知道，太平岛是整个南沙群岛里面最大的天然岛。菲律宾现在占据的中业岛比太平岛都小，所以太平岛上有淡水啊，也有驻军啊，生物可以生存啊，有植被啊。所以基本上马英九当时为了证明太平岛是岛不是礁，所以还特别去登太平岛来宣示主权。这个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依照国际海洋法，如果是岛就可以划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如果是礁就不能划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所以那时候马英九还特别叫我去做中国石油的董事，然后去跟大陆的中海油去探勘太平岛的附近海底上有非常多的石油天然气，叫做第2个波斯湾。本来都要做啦，后来整个政党换成了蔡英文之后就被搁置啦，我也离开中油啦。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扼腕的。当我们今天发现台湾的石油天然气不足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危机的跟瓶颈的时候，大家就怀念嘛。那时候马英九在这方面是很有魄力，而且很积极的。好，第2个，南海仲裁案10周年了，为什么参加的14个国家都是域外国家，非声索国？为什么东盟的国家只有菲律宾参加，而别的国家都没有？而菲律宾在小马可仕的前一任杜特地，他也把这个仲裁案搁置，因为他基本上这个仲裁案程序不合法，实体也不合法。为什么？很简单啊，什么叫仲裁？仲裁的意思就是要2造同意才有仲裁呀，仲裁要2造都同意呀。可是当时在菲律宾主动片面单方面提出仲裁的时候，中国大陆拒绝啊，而且那时候中国大陆也已经退出了国际海洋这个公约组织，
所以这个仲裁案根本是无效的嘛。再者，他的庭长叫柳井俊二，是个日本人，他指定了5个仲裁员，这5个仲裁员都是欧洲的，或者长期住在欧洲的，他根本不知道南海是什么蛙哥，所以他怎么仲裁？所以才实体上竟然做出了一个判决，说太平岛是礁，不是岛，闹了一个绝大的笑话。所以基本上，今天为什么东盟的国家不参加？因为东盟的国家里面跟中国大陆本来就有一个叫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根本不需要提交，根本不懂南海的国际海洋法庭去搞仲裁。对，但我觉得10年之后又突然有个联合声明哦，事出必有妖。赖教授怎么看？当然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如果没有美国在那边组织，我想跳出来的国家并不多。而您也看得很明白，也就是说相关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啊，这个连欧美的评论也都看得很明白了。在东北亚的日本，可是他们更留意到了说，另外一个军事同盟国韩国却不跳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不具有正当性跟正义性，所以就有日本跳出来了，那是在东北亚。再看看这个南美洲、中美洲，没有一个国家跳出来，所以就北美洲的一个加拿大跳出来。欧洲国家里面就是德国、英国，还有波罗的海3个国家当然东欧、南欧的罗马尼亚还有就是斯洛文尼亚吧斯洛伐尼亚这几个国家跳出来，可是欧洲的其他的20几个国家都没有跳出来，好像意大利也有跳出来了。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全世界193个国家里面，就14个国家跳出来。换言之，也就是179个国家都不跳出来。那也就是179个国家并不支持美国所煽动、所组织的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卢比奥是说一套做一套，说哎呀，我们要这个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私底下能够怎么整中国，能够怎么弄中国，他不遗余力的搞。这个就是西方人的两面性。好，那我们来问几个问题了。刚刚邱委员讲到了说在中油的问题，我们要问在南海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国家开采到石油、天然气？有，越南有，菲律宾也有，中国大陆也有，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也有。其实原本我们中海油，我们的中油跟大陆的中海油继续合作的话，说不定我们也开采到了。那我们在这次波湾战争中，我们台湾其实就不用很大的焦虑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获得天然气，可以获得石油，而且不要忘了，天然气还有一个延伸性的产品，就是氦气啊。氦气现在来说，半导体它是致命的东西啊 ，AI 啊。所以，观众朋友，这是涉及到我们巨大的利益啊。因为当你不声称南海的岛屿是我们的话，那你等于是主动的把我们的经济海域、把我们的海域的权利都送给别人了，不可以的。蔡英文都不敢这样做了，你赖清德不吭一声，软趴趴，我们看不下去。他不吭声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我们真的看不下去。好，那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来了：菲律宾有没有拿钱出来？有，杜特地说菲律宾拿了3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不是少数字哦。然后他拿3000万美元干什么？买那一些法官。我们已经多次的在节目说，你这些法官没有收钱的，你站出来。没有一个法官敢站出来说他没收钱。换言之，也就是说，收钱办案的法官，观众朋友，你信任他吗？第二个，联合国还有海洋法公约的组织象牙法庭说，我们没有这个机构，他是用钱来租我们的办公室，租我们的法院来开庭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已经都很明白了，这些证据都很明白。但是问题就在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继续在闹，继续在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这个东西让中国大陆难看，或是让中国大陆困扰。可是问题是真的有用吗？第一个，美国是最没有资格讲话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会员国、缔约国都不是，他凭什么讲话？第二个，日本南海今天会有纷扰，跟日本的殖民南海难道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开罗宣言说南海的所有的岛礁都要还给我们中国？其实就是针对日本在2次大战在过去的殖民南海所造成的很多的问题，日本凭什么说三道四？所以我个人觉得，当日本、美国、菲律宾等他们搞这些玩意的时候啊，其实日本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
说太平岛，因为他承认整个南海仲裁，所以太平岛不是岛是礁，因此日本的1万多个岛屿都不是岛，都是礁，所以他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海域。中国大陆外交部公开的说，你已经自动让渡你的经济海域，对大陆来说，现在无视于你小笠原诸岛的经济海域了。好，那当然我们接下来问的是毕荣教授怎么看？对，刚才两位都讲了很多哈。那么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所以菲律宾人在讲说，你看时间过得很快，10年了。对，那10年来菲律宾到底得了什么啊？因为你菲律宾事实上对南海的问题呢，其实菲律宾和有识之士常常在讲到说，那么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可是，既然不是中非关系全部，那是不是一个平行线？比如说中国跟菲律宾发展关系，可是南海，可是每隔一阵就有很多域外的国家进来，要把这事情把它挑起来。对，挑起来，那你挑起来，那你说你一方面讲说南海关系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但另一方面呢，一挑起来以后，它又影响到中非关系，所以菲律宾人也在想说，到底这样子讲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看，像我们平常都讲说，我们通常讲说搁置争议嘛，共同开发嘛，共同开发通常来讲解决国际上的一个争端呢，其实如果很简单来讲，就是3个方法：利、理、利。利呢就展现你的 power， 理讲道理，利互利啊。那你说讲道理呢？那当我们讲道理，那他们也讲他们的道理。我们讲，每一国都会讲说，他们自己有很多南海的一个历史，因为每一国都讲了注定历史，这样才有争议，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历史，我们也有历史啊。他们也吵他们的，我们觉得你这样讲的不对，所以也许这吵了半天呢，理的方面也许不见得能讲出来一个道理。那么利呢，当然秀肌肉也没什么太大意思，那就是互利嘛。那就是互利有没有办法搁置争议，让我们找到互利的方法？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要讲的。刚刚两位教授都有谈到说，你看大家相关的国家都已经开了出来了一些石油啊、天然气啊，如果有这么多资源，那么如果没有让域外的国家来搅局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区域内的国家可以自己找到一个凭我们的智慧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然后我们开发出一些资源？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整个东协国家为什么只有菲律宾出来，因为菲律宾它是当时10年前是菲律宾提到说南海仲裁案，他提出来，所以菲律宾当然要出来。那其他的东协国家呢？他们其实在整个东协里面对南海问题是没有共识的。没有共识那怎么办呢？所以菲律宾严格来讲，他现在态度逐渐有点改变了。小马可是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不是谈到这个主权问题，他其实已经慢慢改了，谈到说海上救难啊、海上救援、海底资源的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保持热度，但不是主权。可是问题是由不了他，美国这边一调了以后，这个问题又整个升起来了，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对，所以最大的这个 trouble maker 其实就是美国啦，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近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包含了它也在我们东部海域这边来划设 EEZ 之前我们讨论过跟刚刚的南海有一点关系。好，但我们现在要来讨论到就是菲律宾你引入5艘2手的日本护卫舰那当然预料未来数年就会运付。好，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已经向菲律宾说了他说希望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的讨论这海上自卫队2手护卫舰的事情。好，那菲国的国防部长则说已经跟日方就收购5艘2手的护卫舰达成了基本共识，所以预计在数年之内就会完成接收，所以几乎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可能有些细节还要再讨论。好，但这件事情引发一些不同的想法。好，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我们先看到，因为东京现在有一间大学的实验室里有研究人员正测试能够自主辨识地形的无人载具。好，过去这类技术呢，其实如果被问到用于军事，校方都会避而不谈。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准备把研究机构跟自卫队
正式的拉进同一套的研发体系，所以日本已经不再回避军民两用的科技。好，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他们真的要在发展一些军事的装备。好，所以刚刚讲到就是2手日本护卫舰哦，接下来要给菲律宾。好，那这件事情有引发一些讨论。好，包含的我看到说日本的主流媒体其实就强力的质疑说，日本的政府是不是违反了和平宪法的精神？甚至很主流媒体朝日新闻也评论说一旦完成交付，就会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好，所以在日本国内的评论是这样讨论的，那也包含这个日本前驻中大使宫本雄二，他其实有说其实对华战略应该聚焦的是稳定合作，要赶快的恢复对话。因为他说从5月川普访华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正是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那同时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发展，基于以上的要素，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建构中日和平稳定的关系。好，但很抱歉，现在日本不是这样想还没有要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民众对于现在高市早苗的政策是表达非常不满所以你可以看抗议民众沿着国会议事堂周边也高呼说不许高市胡作非为，而且要求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那集体的宣布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就是反对高市无视民意，强行的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好，那说这一场现场有2.7万人举牌抗议，那有11万人是线上声援。所以在日本国内有一些抗议的声浪越来越大声那日本这个资源大匮乏，现在中俄是不是也看准时机呢？因为俄国的情搜有被认为满载而归，主要就是因为呢地方政府的劳动力短缺，日本总务省也考虑要引进 AI 代理，就是 AI agent 那这里要协助的是劳动力短缺的地方政府。那截至2025年10月，日本已经有74%的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都有使用 AI， 但是使用 AI 代理会安全吗？我们来看到，因为纽时就调查披露了日本轮俄罗斯间谍乐园，说俄罗斯利用日本的反间谍法规薄弱、情报体系受限跟高科技产业发达等条件，将日本变成取得军事技术的间谍乐园。当时中国的病毒甚至还潜伏在日本的防卫系统1年的时间。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大陆限制日本的稀土出口嘛，那日本当然要自救，怎么自救呢？我们看到中国5月就向日本出口稀土磁铁的量比4月锐减了4%。好，对此日本大力的推动的是资源外交，那透过海外的投资跟联合开发，希望实现稀土多元化。但日本的智库就分析说中国的稀土禁令对日本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是 GDP 的 0.9%。好，这次的禁令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所以到底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日本竟然砸出了一套国家级的自救方法，城市矿山就回收了各大电子巨头、化工龙头的家电，好来提炼里头藏着的稀土。好，所以包含之前看到的他们竟然从这个冷气机、空调里头希望能够提取稀土啦真的是没有招了。好，那当然这成本很高那提炼的稀土也只有一点点而已，但是为了稀土资源，真的是不得不这么做了。我觉得非常的绝望，但也看得出来也是特别的可怕好，我们来看到这个2手日本护卫舰因为日菲的关系很好，接下来要给菲律宾在数年之内就要完成，透露什么政治含义？邱毅委员，高市上台以后，就把武器出口3原则放宽，而且把武器改为防卫设备。但是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它能够兜售的范围，一个是澳洲政府，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菲律宾能够吸纳的数量很少，所以大概只有澳洲有个大单。你知道，如果出口市场打开，那日本的军工产业才能够复活，因为规模大了，成本就会下降，所以它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可是呢，他这么一做，又引起了日本人民高度的恐慌。现在每个礼拜到了周末，日本的永田町
首相官邸、国会的大门口，一定会涌上非常多的民众。刚刚过去的周末，2.7万实体上街头到永田町，然后线上11万，也就是我们电视常像讲的14万的人参与了这一场的抗议活动。他们在抗议什么？第一个，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个，他们认为赶快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纷争，否则日本民众感受到的战争的威胁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经济的危机。刚才一轮特别讲到，因为中国大陆对稀土跟钨矿出口的管制，使得日本整个经济就欲振乏力，所以才采取了一些方法，像是动用战备存量，像是把废弃的电子设备，然后把它回收，找里面的稀土磁铁，像是那么去中国大陆进行走资通运。另外还有，也就是日本所宣称的到小笠原群岛西南部的西南方的蓝鸟岛，号称在海底5-6千米的地方有大量的稀土矿。这个做法能不能成功？我认为高市在忽悠日本的人民。基本上我在中油的时候就看过这份资料啦。为什么安倍不懂得挖？为什么菅立委不挖？岸田文雄不挖？高市早苗就要挖，就轮到你高市早苗来做这个伟大的工业。对，所以这基本上就在忽悠日本的民众嘛。刚才讲的对，野村证券的研究所已经告诉你，现在为止，因为稀土的原因，日本的经济已经下挫了0.9%。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又加大了这个出口管制的程度，所以它经济成长率会下降的越大。听说应该估计已经有1.5%了。是日本如果 GDP 掉1.5%，再加上通膨，再加上日币贬值，日本人民不造反才怪。好，赖教授怎么看？我们先问日本为什么要先送菲律宾5艘海警船，接着要给菲律宾6艘船。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他就是当然希望说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给菲律宾更多的胆量，然后在南海跟中国大陆来闹事嘛。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明白，目标是中国大陆。对，那目标就是中国大陆。他为什么要给菲律宾2艘军舰？就是要他用军舰去对付军舰嘛，用海警船去对付大陆的海警船。可是菲律宾是傻子吗？不是，菲律宾当然要这个海警船，也要这些军舰，因为有的是送的，因为美国当时要求日本的5艘海警船是送的，所以有些是送的，有些是半买半送的啊。那有些你也知道是两边合作的关系，所以菲律宾认为说这样也很好啊，你日本帮我训练海军，帮我训练海警，然后呢你给钱，然后你给武器装备我来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菲律宾真的有跟中国大陆在南海真正的较量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大陆随便南部的海域的海警船在黄岩岛这边随便一出现50艘，整个菲律宾加起来不到20艘。菲律宾最大的战舰3000多吨中国大陆随便一个战舰055就1万多吨，那你怎么跟一个最现代化的海军来对抗？量级不同，等级不同，所以菲律宾其实看得很明白，我拿了东西，但是我演一场戏，演完了我就溜回家，就躲起来。所以每一次演完了，然后他就躲回家了。中国大陆每一次在美菲日这个搞军演的时候，大陆很简单，大陆就给你来一个实弹演习，而且直接把实弹演习区越打越大，越打越大。美国的军舰躲不躲？躲。日本的躲不躲？躲。菲律宾也躲，全部都躲光光的。那意义何在呢？就好像演一场猫捉老鼠，你老鼠出来了，猫就抓你，猫要抓你，老鼠往后跑。可是你美国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老是扮演一个老鼠呢？日本也就算了，日本本来就像老鼠嘛。
那日本跟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同等量级的国家了，中国大陆是日本的4倍多啊。中国大陆一个战区的兵力就比日本的全国的总兵力还高啊！日本怎么跟中国打？日本看得也很明白，但是问题就在于能够闹就闹呗，能够让菲律宾闹，然后反正美国人要日本人跟中国闹，菲律宾就叫美国人要日本人跟中国闹，日本人要菲律宾跟中国大陆闹，那这样的话，日本人就可以躲过一劫，都在相互利用而已。好，但是这相互利用，我觉得对国内的人民来说是有些危机感的。碧荣老师怎么看呢？对这个，其实从另外角度来看啊，其实说你跟日本跟这个菲律宾的卖武器，其实如果你放大来看呢，其实日本跟刚刚邱委员也谈到，比如说澳洲啊，事实上它也跟印尼有卖武器，也就是说卖武器这是一件事，但你反过来看东南亚这些国家呢，其实像菲律宾，它跟很多国家买武器。然后其实他也想说能够增加他的这个军备，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东南亚国家也有一种军备竞赛，那大家拼着在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常看哈，有些东西这是一个政策呢，还是这是一个现象？我们常看说，这是一个现象，因为东南亚国家这个军备竞赛这是我们必须比较留意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谈到说，刚刚也谈到说，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日本沦为俄罗斯间谍乐园了。这个东西，这个新闻也很有趣，因为这个俄罗斯利用日本的间谍法的这薄弱呢，常常到日本去偷这个科技。其实你想想看哈，各个国家之间其实很多时候的间谍就非常多。你说敌对是间谍，那不敌对也有间谍，偷来偷去。你说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日本，好，那你说他偷，那日本要怎么加强呢？日本怎么加强它整个防卫？你说这里讲说，那跟我们前面讲日本卖不卖武器给菲律宾或日本跟中国去剑拔弩张，其实都不会影响俄罗斯在日本继续去偷啊，那是平行线嘛，那俄罗斯他会继续去偷。那我刚刚讲说友好国家之间也互相派间谍，像以色列也常常派间谍到美国去了解美国到底对伊朗打不打，对不对？以色列要监听美国，俄罗斯这每一国他都在玩间谍游戏。那中国跟美国之间也有相互派很多间谍，也是互相在偷。所以在间谍的问题，尤其现在说搞科技竞赛的时候，那间谍的问题怎么解决？或者怎么样加强防卫？所以我想各国都在准备。最后一个我想讲的是，你看我们刚刚讲说，像稀土这个战争，中国收紧了对日本的这个压力哈。所以我觉得日本呢就应该要静下来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日本这一阵子高市长嘛上来冲得太快了，他也许有很好的想法，他其实要想一想。他的努力跟他最后所得的东西成不成比例，划不划算，是不是应该重新下来稳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这日本应该要静下来思考呢。对，所以刚刚我们前面不是就有这个现在这边有前驻中大使日本的宫本雄二他就觉得这个核心目标是要建构在中日和平的稳定关系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不是嘛所以呢，目前不管是稀土还是在日本国内的经济上面都让人民非常的难受。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伊之间又进入到了开火的阶段这到底是小打小闹还是大打大闹呢？我们先来看到这伊朗轰约旦的美军基地就是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他们对这边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势，造成了数座的燃料库跟弹药储存设备起火。你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有曝光那当然呢，这次的攻击是针对美国攻击伊朗沿岸军事基地来做回应。好，这个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好，那美军在空袭伊朗他们也超过10个飞弹轰炸战略要地葛西姆岛。好，也就是对葛西姆岛呢发射了超过10枚的炮弹。那美军轰炸他们的军事设施，那也看到有相关的画面曝光这个轰炸的火非常大好，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对此说这一次的打击行动是由川普下令执行，目的就是要追究伊朗部队的责任。
哇，看起来这个局势有在升温当中哦。那川普威胁啊，如果遭受到暗杀，就会摧毁伊朗。现在美国宪法打脸哦。好，主要呢就是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只有在任期期间担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如果他死亡了、离职或是离任，他的行政权力就会立即依总统继任法跟第25条修正案移交给继任者。好，也就是说啊，川普这样的威胁哦，其实如果下一任没有这个继承他的遗志的话，根本是不漏用。好，那当然，因为总统接下来就是副总统嘛，范斯一直被认为不是非常想打这场战争啊，所以有人觉得恐怕接下来会打脸川普。好，那当然，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有威胁而离世哦？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了哈，只是川普有这样的警告。好，那川普对自己非常有信心。80岁的川普请退家用他说啊，我的体检结果相当的完美。他在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一次美丽的体检。他说他每个月做6个月做一次，还申请了认知测验。他说我是唯一这么做的总统，共有3次，他全部 pass 过关每一题都答对了真的是一级棒，100分呐好，损人不利己，美国的 NSF 推新规就是他们的国家科学的这个机构，几乎要全面的禁止跟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好，他们从这个新的财年来实施一个研究安全的新规，明确的禁止将 NSF 的经费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实体清单的机构以及其雇员开展合作。而所谓的受限实体清单其实涵盖的就是数百家的中国机构，包含顶尖的大学、国家实验室还有研究机构。好，新规就彻底抛弃了之前尝试平衡合作风险跟效益的思路，实际上就是禁止了与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好，那这样到底是好是坏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呢，就是要厉行这样的新规定。那我们再关心到欧洲因为他们的欧盟就贸易推一个团结工具，他们就说要支持这个企业降低对中国关键供应链的依赖，同时要降低北京在贸易冲突时施加报复的风险。但有知情人士透露说目前欧盟成员国也正为下一份多年预算案争论不休，有很多个成员国力主要削减支出，所以看起来还有一些争议每次欧盟都这样啦里面的内部根本就调协不好，只会对外面大声，里面又团结不起来。那中国车是不是全面来袭？现在南华早报说，欧洲5月注册的新车当中，每10辆其实就有1辆是来自中国品牌所以市占率很高。那在欧盟加强贸易防御措施，那包含对中国汽车来产品增加新关税，跟计划对混合动力车来征收反补贴关税等等的，那中国车销认为会因此放缓。那长期以来一直阻挠欧盟对中采取强硬贸易的德国，现在已经转向表示更支持贸易的防御机制。那德国的工程师现在垂波透露就是找不到工作，投了数十份履历都无所获。德国的媒体就感叹说中国冲击 2.0 来袭，这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欧盟非常的焦虑他们虽然想要抵制中国，但又找不出方法内部又不团结所以真是一盘散沙每次我们讲到欧洲就是这样。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伊朗狂轰那当然现在开始跟这个美国之间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冲突。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川普也不要一天到晚吹牛，说他身体好得不得了。你毕竟80岁了，他打高尔夫球的好朋友，也是现任参议员的格雷厄姆，刚到乌克兰的基辅去看无人机的地下工厂。不是那个违法的地下工厂，所以地下工厂放在地下的工厂，对结果呢，那时候红光满面在展示无人机，结果回到了才1天的时间，24小时就突然心脑血管出问题，猝死。所以川普也不要吹牛，说你身体很好。我看他在北约峰会跟泽连斯基在谈话的时候，颠三倒四，口误连连，他已经有老人痴呆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也不要过度的吹。孔子说的对，老年人戒之在德，
要清心寡欲才活得久啊，像我一样啊。因为格雷厄姆只比我大1岁啊。我以为你发 X 哦，写英文，写孔子的语言，我们传过去给他哈。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针对这一个伊朗跟美国的问题，说实话吧，川普的心里希不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当然希望啊，因为战争早一点结束，对他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有利啊。可是问题是，他就是管不住以色列纳塔雅胡啊，这个事件就是纳塔雅胡惹出来的啊。纳塔雅胡跑去继续打黎巴嫩的真主党，一打那伊朗也沉不住气，所以就开始报复，就把荷姆斯海峡里面的商船打击报复，结果美国又开始轰炸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港口，又打伊朗南部的这些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伊朗就开始反抗，开始报复行动就出来了。没错，也就是刚才一轮讲的，去轰炸这一个约旦的哈桑王子基地呀，然后对于巴林的第5舰队的基地，对于这个卡达尔的乌代德的空军基地，对科威特的基地，他们都进行了攻击行动嘛。所以这一来的话，这个战火就一定会升级嘛。到目前为止这个战争只是有限战争，但是有没有往上升级的可能？当然有啊，战争极可能会失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看美国现在林肯号的航母现在还在阿拉伯海，但是已经受不住了，船上的这些士官兵说在海上漂流了200多天了，他们已经忍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战争其实是非常消耗人力资源的、烧钱的活动嘛。所以大家还是沉住气。我觉得川普就是他的那张嘴实在太坏了。人家伊朗哈米尼在国葬的时候，你去讲什么伊朗的人民假哭，你讲这样的话，你不是在惹怒伊朗啊？对吗？所以每次他讲的话，我真的不只要打折，而且还要打嘴巴哦，因为太坏了。赖老师怎么看？美国跟伊朗真的都不想打了，因为美国没办法屈服伊朗的这个反抗的意志嘛。那也就是说，你美国再怎么轰炸，伊朗不会屈服，不会投降。可是他又不能出动地面部队，也不能打核子弹，所以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所以美国也不想打了，那伊朗也不想打了，因为伊朗这样一直打下去，一直被制裁、封锁赫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他地区也有压力，他也不想打了。双方都不想打，都愿意谈，也谈出一个 MOU 了，备忘录了。但是为什么要偷鸡呢？其实偷鸡大家看得比较明白，还是美国在偷鸡嘛。因为美国自己没有经过伊朗的同意，他就引导船队从阿曼的那个地方开始要强渡过去，而且是透过这个国际的海事组织来组织这个船队。然后当了伊朗就开火，美国就打伊朗，伊朗再打回去，然后两边又打到现在，歹戏拖棚。对。这个叫做偷鸡不着18米，何必嘛？然后弄到最后，你美国的军事基地被炸，然后周边的盟国也被炸，然后伊朗也被炸，然后一切是不是要重新回来？也没有，因为说谈判还在进行，然后伊朗说我没有要进行，然后就变成骑虎难下。美国人说我的谈判人员还留在那里不走啊，然后伊朗说我没有要跟你谈啊，但是谈判人员好像也部分的留在那里，那就变成歹戏拖棚拖死狗。大家看到好累，可是看到好累，主要的是因为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影响到油价，影响到国际贸易，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家就会觉得对这几个国家，尤其对美国越来越厌恶。我觉得川普把美国带向今天这个地步，造成天怒人怨，真的是美国人的悲哀耶！美国人怎么选出这样的一个总统，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约束他？坦白说，你说这套民主制度真的有效吗？我们台湾不也常常都是这样子？你选出一个奇怪的人，又约束不了他，你就只好唉声叹气，或是忍痛，忍到4年，忍到大家都快崩溃了，都快疯了，还要忍4年。大家在想，还要忍2年多，这个日子怎么熬过去啊？不过今年有中期选举了哈，我看美国人怎么样选。中期选举影响不了总统啊，他可以继续干啊。像我们今年也要有中期选举啊，期中考嘛。期中考如果今年的期中考
那个在野党大获全胜，那难道执政党就改变态度吗？还是更加的嚣张？还是更加的蛮横？还是更加的让我们的老百姓痛苦不堪、痛不欲生？这个是什么制度嘛？我们真的是看不懂啊！还有，美国又说我要跟中国大陆要封你这个封你那个，那是美国中心主义耶。过去你美国科技确实领先在全世界，可是你现在跟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来讲打平手了，是打平手了，你封对你绝对不利，所以不要再用过去的方法来看现在了。没错，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碧荣老师怎么看呢？对，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啊，其实它有变与不变啊。什么事情都有它变与不变，比如说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是美国跟伊朗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伊朗就把战争扩大到海湾国家。我们说战争外溢，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海湾国家这个被打，那个被打，那所以搞得大家以后如果要投资到海湾，就会想一想了，投资半天，万一战争又发生了，投资半天，结果一下子又因为以色列的原因又挑起伊朗又报复啊，所以这是不变的部分。那变的部分是什么呢？变的部分是你现在慢慢发现，中东战争，美国跟伊朗在吵什么？荷姆兹海峡的重要性逐渐已经超过核武，所以才会过去就讲有没有核武啊？那现在你们慢慢的，伊朗觉得说，有没有核武是一回事？你看我有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这个地缘的这个关系呢，这个位置，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你看哈，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到底是飞弹呢，是荷姆兹海峡呢，是政权改变呢，是海外代理人呢，是什么？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真正的priority， 它的优先顺序？那想想看荷姆兹海峡啊。然后第二个新闻呢，其实你看到川普说他身体很好，刚刚邱委员说川普不要吹牛了，可是川普这一大部分，当然你说有吹牛的部分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什么？讲给谁听呢？讲给 MAGA 听的，讲给他内部的内部人，他们都认为川普是天选之人嘛。什么叫天选之人？你看我暗杀没死，对不对？你暗杀2次没死，对不对？你看我身体多好。80岁了，身体还这么好，老当益壮。那他天选之人，他在其中选举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把他这个拉起来，这是一个。然后你说欧洲的新闻，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欧洲新闻看的是中国大陆其实一直想拉着欧洲呢，一刚才讲说，事实上多极体系嘛在欧洲，可是中国跟欧洲中间一直横了2个障碍，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中国跟俄国关系太好。太好，那欧洲一直觉得说，你看就在我们旁边发生战争，你跟俄国关系那么好，那你要拉着我，那我还是不太放心。另外一个就是贸易，不管怎么样，欧洲是觉得说中国你是怎么样的倾销啊？那这倾销的中国大陆也跟欧洲去谈了很多次，那怎么样的说，比如说电动车我怎么样限制这个电动车到欧洲的量，或者我怎么设定最低的价格，甚至我到你那边去生产或者怎么样它有很多的方法，本来也达成一协议，但是后来你可以刚刚看到的新闻，你们看到欧洲还是不放心，不放心的时候，所以什么团结一致什么，你看连德国本来都是怎么样态度，像德国也说，我们支持怎么样的这个保护这个贸易保护的这个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那这个问题非解不可，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也跟欧洲也设了几个机制嘛，不是几个小组嘛，不是也在谈嘛，总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赶快能够解决，要不然的话，中国跟欧洲的关系根本就没办法突破。